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家庭种菜栏目。结束了阴雨绵绵的6月末，时间来到了7月份，很多植物经历了春天和初夏的生长，都取得了不错的成长。我妈家的这棵龙眼树，树上都结出了很多的小龙眼，再过一阵子就可以吃到新鲜的龙眼了。不过，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不是这棵龙眼树，而是它旁边的一株野蛮生长的南瓜。镜头里我们可以看到南瓜的植株非常茂盛，植株底下是一个养鸡鸭的围栏。现在的天气非常炎热，每天的温度在26至35摄氏度徘徊。南瓜植株刚好为下方的鸡鸭提供遮阴的环境。这株南瓜是我妈3月下旬种下的，藤蔓长这么多，各位菜友肯定也都猜过去了，这肯定是没有为南瓜整枝过的。在我们看过的各类南瓜种植视频中，都提到过，诸如南瓜长到多少叶片后，要为南瓜整枝摘心。但是我妈这棵南瓜却是完全没有整枝过的，所以它的藤蔓爬得到处都是。一颗完全没有整过枝的南瓜，它的产量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长南瓜，个头非常大，已经可以采收了。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南瓜，它被一片旧衣服掩盖住了。打开来看一下，没有刚才第一个那么长，但比第一个更肥大一点，成熟度也比第一个稍稍逊色了一点，也快可以采收了。再看这里，镜头下方的这块黑色布，里面有一颗大南瓜。这颗南瓜的个头比前面2个都大，但是还没有成熟，还要半个多月才可以采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株南瓜的根部是在什么地方生长的。沿着南瓜植株往房子的后面走去，在一条水沟的旁边，南瓜植株长的地方离水沟的高度挺高的，大概有50厘米左右，周围都是杂草。从这里往上爬，往前爬到我妈的房子旁边，同时往后也爬到了后面这座房子的篱笆上了。这里我们发现南瓜植株的这个方向也结了一个很大的南瓜，虽然成熟度比前面3个都小了不少，但个头上却一点也不逊色。从这个镜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我妈是完全没有为它们整枝的。正常情况下，很多种植户为了让这个南瓜膨大，会把南瓜旁边的再长出来的这条蔓摘心的。不过即便如此，这株南瓜现成的个头很大的就有4个了，加上我妈之前已经采摘了2个，这株南瓜确定的成功果实就已经有6个了。一般情况下，普通农户种植的南瓜一株也在3至8个之间，所以虽然没有做整枝摘心工作，但这颗南瓜算也达到了南瓜种植成功案例的平均水平了。那如此茂盛，又或者说植株徒长的南瓜是吃什么肥料长大的呢？给大家看看。在南瓜旁边的这个地方，地底下是2个化粪池。我妈平时种菜浇肥，就是这样一桶一桶从化粪池里捞出来，再为蔬菜施肥的。这些液体看着像尿，但颜色与一般的尿液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它是混杂着粪和水的尿液。这种人粪尿的混合液体，在我们这里的方言里叫做抽。很多农民不管是叶菜还是果实类的蔬菜，都是用它来浇。专业的种植知识里显示的是，尿液含氮相对较高，而人粪氮磷钾均有，但磷钾的含量比较低，所以我妈以及我们这里的农民用这种方法，会对磷钾元素需求较高的果实类蔬菜追肥，其实显得不太科学。但不管怎么样，
总是有添加一些磷钾肥的，再加上我妈的施肥频率非常高，她是每隔3到5天就浇一次的，所以它们对南瓜植株的生长以及南瓜果实的膨大都是有一定的贡献。另外呢，种植南瓜的这片土壤旁边的这片区域是一条很多年前就人迹罕至的地方。以前我小时候生活在这里的时候，下大雨时经常能看到很多蚯蚓，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地下和地上早已形成了一个局部小自然生态链。地下的腐殖层和土里的有机质比起我们这里的一般土壤会高出不少的。随着生长，它的根系也能够往下和四周的土壤吸取这里附近土壤的充足养分，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它也是不愁没有养分的。而且这种环境的土壤丝毫不用担心它的中微量元素会缺乏。最后我们谈谈虫害。这株南瓜在生长过程中，植株叶片等等没有见到非常明显的虫害，个别叶片可能有一些，但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据我妈讲，倒是在开始结果后，就慢慢开始看到了果蝇前来了。瓜果类的蔬菜招了果蝇，在我妈家似乎是每年都会碰到的传统了。因此对付这类害虫，我妈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她的方法就是遮盖，不管是用旧衣服，还是用这种看上去有点像遮阴网的东西，她都通通拿来为南瓜当掩护盾牌。我一开始也怀疑这样对南瓜是否会造成负面影响，但按她这么多年的经验，南瓜都保住了，所以这个经验很值得同样遭遇果蝇的菜友们试试。其实如果是有看过我以前种植丝瓜的那条视频的菜友们，当时我种植在一个泡沫箱上的丝瓜，也是种植在我妈家的。丝瓜结果后，也是有大量的果蝇前来骚扰，我妈当时就是用这个方法保住了我那颗丝瓜的果实。现在我在这颗南瓜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效果，为传统的农民种植管理技术点赞。好了，以上便是我妈种植的一颗完全不修剪藤蔓，至今已经成功结出6个大果实的南瓜。视频中提到的关于它的生长环境、施肥过程、物理防治虫害的方法等内容，都让我对种植的理解有了一定的新启发。各位菜友们对此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想看更多家庭种植分享，别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